大家好，我是厚朴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朋友们，请你仔细回想一下，你的身边是不是有这样一种人？他们看起来和蔼可亲，说话总是带着笑，甚至时常关心你，让你觉得如沐春风。但你和他们相处久了，总会隐隐觉得不对劲，就好像一间门窗紧闭的房间，你明明没感觉到风，但身上的温度却在一点点流失。等你猛然惊醒，发现自己的运气越来越差，财运莫名其妙的受阻，甚至身体也开始出现小问题时，你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你最宝贵的福气正在被悄无声息地吸走。人到中年，我们都该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世上最难测的从来不是股市的涨跌，而是人心。年轻时我们总以为好人坏人写在脸上，可现实往往给我们上最残酷的一课。那些真正消耗你让你受伤的人，往往都披着好人的外衣。他们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蚕食你的信任，消耗你的能量，堵住你的财路。他们可能是你的朋友，你的同事，甚至是你无法割舍的亲人。佛法说，万法唯心造。东方的智慧，尤其是易经，早就警示我们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这句话不是空谈，它揭示了宇宙间最根本的能量法则。一个人的心念是善是恶，根本藏不住，它会形成一种独特的气场，在身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。今天我就要为你揭开这层伪装，带你看懂这5种会让你漏财败运的痕迹。这既是识人的智慧，更是守住自己福报的法门。如果你发现了身边人有这些痕迹，请务必保持距离。这不是无情，而是自救。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？他夸你这件衣服真好看，显得富态，但话锋一转，又不经意地补上一句，就是稍微有点显胖，不过没关系，贵在气质。他在你家孩子聪明，前途无量，跟着又会善意提醒，就是性格太活泼了，以后得好好管教，不然容易吃亏。你听听，这些话像不像包着蜜糖的针？每一句都先扬后抑，看似是关心，实则是暗中贬低，让你心里堵得慌，却又不好发作。这就是典型的口恶心不善。易经里说，修辞立其诚，意思是言语应该建立在真诚之上。而一个心里充满负能量的人，他的嘴就是毒素的出口。他嘴上夸你，是为了快速拉近关系，让你放下防备，而他背后诋毁你，则是为了在对比中抬高自己，满足那颗失衡的内心。我有一个学员阿芬，他公司的同事就是这样，当着阿芬的面，天天夸他能力强，效率高，让他一度引为知己。可背地里却对主管说，阿芬爱出风头，做事急躁，不懂得团队合作。结果几次关键的晋升机会，阿芬都莫名其妙地落选了。直到很久以后，他才从别人口中得知真相。那一刻，他感觉像是被最信任的人从背后捅了一刀。记住，口是心之门。一个人嘴里说的是什么，心里想的就是什么。真正善良的人，言语是温润的，能安抚人心。而那些话里总带着钩子，让你不舒服的人，无论他的笑容多灿烂，都要敬而远之。人到中年，精力宝贵，别让这些言语的刀子割伤你的精神，耗损你的运势。我们身边总有这样的人，吃饭聚餐，他总有理由忘了带钱包；团队合作，分功劳时他第一个上，担责任时他立马隐身，找你借个东西，无论是充电宝还是几百块钱，如果你不主动要，他就能忘记到天荒地老。他们的人生信条就是，但凡能占的便宜，绝不放过。易经的牵挂告诉我们，谦谦君子，卑以自牧。
意思是有智慧的人懂得谦卑自守，甚至愿意吃一点小亏来积攒更长远的福报。而心不善的人恰恰相反，他们最大的特征就是损人利己，爱占小便宜。佛家常说，贪是万苦之根。一个人如果总是处心积虑地想从别人那里多捞一点好处，他命里的福气就会像漏了底的米缸，一点一点被啃食干净。我以前有位邻居，人特别精明，谁家办红白喜事，他的人情永远比别人少一截，但菜却总要多打包一份。谁家买了新工具，他总是第一个借去用，还回来的时候往往都带着点毛病。他总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，把别人都当傻子。有一年，他和一个朋友合伙做生意，朋友看中他的能力，承诺利润多分他20%。他却不满足，背地里偷偷从项目款里拿油水。结果事情败露，不仅钱没了，几十年的朋友也翻了脸。他气愤地跟我抱怨，我怎么就这么倒霉？我当时只是笑了笑，没有点破。这哪里是倒霉，这是他自己亲手把福气吃光了。道德经说，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老天爷是公平的，你在这里多拿了一分不属于你的东西，他就会在另一个你看不见的地方拿走你10分。所以记住我的话，宁可吃亏，也别去占小便宜。吃亏是暂时的，积的是德，是长远的福报；而占便宜、爽快是一时的，损的是德，最终会让你运势衰败，得不偿失。一个人的嘴巴既能吐莲花，也能泼粪水。心不善的人最热衷的就是后者，他们是天生的是非制造机。左一句我跟你说个秘密，你可别告诉别人，右一句你知道吗？那谁在背后说你，他们总能把一点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添油加醋，变成一场轩然大波。他们享受的就是看到别人关系破裂，看到原本平静的圈子变得乌烟瘴气。易经讲，言语不信，则行不果。一个人如果总是说两面三刀的话，他的人生之路最终会被自己的言语反噬。你仔细观察，这类人身上总萦绕着一种不安、焦虑的气息。他们为什么热衷于说人是非？因为他们的内心太空虚了，只有通过贬低别人、挑拨离间，才能暂时找到一点虚假的存在感。道德经说，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一个搬弄是非的人，眼睛永远在看别人身上的毛病，却从来照不见自己的内心有多么不堪。他们看似消息灵通，左右逢源，实则是在亲手为自己的人生挖坑。当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，千万不要参与他们的八卦，更不要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他们。因为你今天分享的秘密，明天就可能成为他攻击别人的武器，或是他下一个八卦的素材。远离是非之人，就是净化自己的生活环境和能量场。如果说前面几种还只是品行不端，那么这一种可以说是人性之恶的集中体现。一个人心不善，最可怕的表现不是偷盗，不是欺骗，而是趁人之危，落井下石。当你在高处时，他笑脸相迎；而当你跌入低谷，最需要帮助和安慰时，他非但不伸出援手，反而会成为那个踩你一脚，甚至朝井里扔石头的人。佛家讲，乘人之危，罪业深重，因为这不仅是作恶，更是对人性中善的底线的彻底践踏。我曾见过一个创业者阿强，初期和伙伴们情同手足，后来公司遇到资金困难，一位合伙人不仅不帮忙，还四处散播谣言，说阿强管理混乱，公司马上就要倒闭。最终投资人撤资，公司功败垂成。阿强后来对我说，最让他心痛的不是失败，而是被自己最信任的兄弟在背后捅刀。
这种落井下石的人，内心其实是极度自卑和空虚的。他们没有能力让自己发光，就只能靠熄灭别人的灯来获得片刻的快感。你成功，他嫉妒；你失败，他狂欢。看似精明，实则愚昧到了极点。道德经里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你以为在暗处做的恶没人知道，但天地之间有一本最公正的账。那种在别人痛苦时幸灾乐祸的人，最终会被自己的业力反噬。你今天扔向别人的石头，迟早有一天会加倍地砸回自己的脚上。记住，天道循环，因果不虚。一个人的福报，不是看他风光时有多得意，而是看他失意时有多少人愿意拉他一把。那些习惯落井下石的人，早已亲手斩断了自己所有的贵人运。这是心不善之人最隐蔽，也是最具毁灭性的毒素——嫉妒。易经乾卦说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真正的强者，眼睛是向内的，他们只跟自己比较，每天都在进步。而心不善的人，眼睛永远是向外的，最大的毒就源自于一个妒字。嫉妒是人性最深的阴影。佛家讲妒火中烧，一旦这把火燃起，能烧毁一切功德。你看不得别人好，同事升职，你心里发酸，觉得他不配；朋友买房，你冷嘲热讽，说他运气好；亲戚幸福，你心里就不舒服，总想找点茬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嫉妒的本质是什么？它其实是一种反向的崇拜。你正是因为羡慕对方，渴望拥有对方所拥有的，但又不敢承认自己的无能，所以才会用嫉妒这种扭曲的方式表现出来。我课堂上曾有个学生阿文，同事升迁后，他整整1个星期失眠，跟我说：“老师，我不是嫉妒，我就是觉得不公平。”我告诉他，孩子，不公平往往只是嫉妒最华丽的包装纸。当你的心里开始与人比较时，你的能量就开始涣散了。你本来在走自己的阳关道，却因为总盯着别人的独木桥，结果不但没进步，反而离自己的幸福越来越远。道德经说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懂得欣赏别人是一种格局，更是一种福气。当你看到别人好，能由衷地送上祝福时，你的心量就打开了，宇宙的福报才能流淌进来。我有个学员小云，曾经也是嫉妒心很强的人，后来他开始修行，学着在看到别人成功时，在心里默念一句祝福。他说，刚开始很难，但坚持下来后，发现自己的心境平和了，看问题的角度也完全不同。半年后，他也因为心态的转变和能力的提升，被提拔为主管。他感慨地说，原来不嫉妒的人才是最有力量的。是的，积善成德，神明自得。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，你只需要点亮自己的那盏灯。心有妒火的人看不见自己的路，而心存善念的人本身就自带光芒。朋友们，讲了这么多，我并不是要让大家从此草木皆兵，怀疑身边的每一个人。恰恰相反，我是希望你能拥有一双慧眼。易经说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意思是同样频率的能量会相互吸引。心善的人自带纯净的磁场，心恶的人气场必然浑浊尖锐。当你遇到有上述痕迹的人，远离他们，不是因为你清高，而是你选择了一种更干净的活法。这也不是让你去怨恨他们，而是要提醒自己，不要成为那样的人。人到中年，要学会给自己的生命做减法，断掉那些让你不安的关系，断掉那些让你猜疑的朋友，断掉那些让你心乱的圈子。远离心不善的人，不是自私，而是最高级别的自爱和自救。因为当你清除了身边的负能量，
你自己的正能量才能升起，你的运气、财运、健康才会随之而来。记住，修行的第一步不是求神拜佛，而是净化自己的心。当你的心念变得柔和、干净，你周围的磁场就会改变，你的命运轨迹也会随之改变。请记住这句话：心干净的人，走到哪里都自带光芒；心不善的人，走到哪里都是一片阴霾。从今天起，愿我们都能戴眼识人，更要用心修己，以善为念，以静为福，在这纷扰的红尘中，活得通透，活得安然。